就刚陈老师所说的，我非常的同意哦。那比较特别的，其中还有一个是美国跟日本之间的美日安保条例哦。了解这个过去那一段历史，应该都知道，其实美日安保条例听起来还蛮正面，但有人说，这个目的其实就是美国想要限制日本在出现过往军国主义这样子，想要对外来侵略，所以名为这个很好听的美日安保，某种程度是对日本的军备作为一些限制哦。但刚刚听老师所提到的部分，感觉上这个美日的安保条例别透过之前的这个2+2的会谈，感觉好像美国是不是也有意让日本从原来的只能自我保护的部分，赋予它其实对外军备整顿的甚至扮演地区重要的和平稳定的角色。老师，您的观察有这样的改变吗？没有错，是这样的改变。那么关于日本对中国还有对台湾的战略的大转变，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美日安保条约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呢看到了，也是我们主办这个制作单位经常邀请的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石坂明夫先生1月8号他在脸书上有一些分析，我想这个借过来，用他的看法呢给我们提供一些个很重要的参考。那在脸书上，石坂明夫先生认为说，二战以后美国和日本之间的日美安保条约本来是为了应付苏联的威胁而签署的，那么今天这个假想敌已经完全变成中国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因此日美安保条约的目的和意义发生了重大变化。此外呢，就是当年美国主导的这个签订这个日美安保条约还有一个目的，就是防止日本再军备。那么曾经有美军的高级将领把这个条约比喻成是遏制日本的瓶盖。但是今天，就石坂明夫先生说，今天美国的想法已经改变了，他现在开始鼓励日本再军备。那么这对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安保格局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那我们从石坂明夫先生介绍的情况呢，可以看到当前东亚国际局势的这个面临中共威胁的背景下，日美安保条约的功能已经完全改变了。那么我们前面讲到，这个最近日本采取了国策大转向的重大决定，他开始主动为落实美国在印太战略和台湾海峡危机这方面的军事应对来铺平道路。那这对日本来讲，不仅仅是国策转变，也是重大的牺牲准备。如果不是日本看到了这么局势的严重性，他不会采取这样的动作。那对日本来说，让美军使用日本的岛屿来部署攻击型的中程飞弹和防空系统，那么再加上日本自卫队的类似军事部署，就可以把打击和防空的范围覆盖到整个台湾海峡。那就构成了对犯台共军的有效威胁，就迫使共军不得不重新设计攻台战略和海军部署。那么就使共军单独应对，比起共军单独应对国军来讲，它的难度大幅度增加了。那当然，与此同时，这样也就意味着日本的这些岛屿有可能遭到中共的袭击，台湾海峡的战火会延烧到日本。那日本现在冒如此大的代价和风险来防范中共对台湾的军事威胁，当然是一个具有重大牺牲意义的国策转变。那这个并非单纯是因应美军的需要，更是面对台湾如果沦陷所产生那种唇亡齿寒的可能局面，日本呢不得不做出了一种断然的决定。我前面提到那个美国空军情报官阿什利，他的分析就把当中的利害关系点得很透。他说一个不仅愿意允许在其领土上进行战争，并愿意自己的军队参战的日本，可以为华盛顿和台北的威慑努力提供决定性的优势。那么日本这个重大战略的转变是怎么想的？我在日本有一个关于国际关系的英文网站叫 Nikkei Asia， 就日经亚洲，我在上面看到了一篇文章，讲得比较清楚。这篇文章的英文标题是
how to defend weak Japan, a bit of national security reality. As military balance shifts and China gains dominance, Japan restructures. 翻译过来就是如何保卫弱小的日本，一个严峻的国家安全现实。随着军事平衡转移和中国获得主导地位，日本在重组或者说重建。那这篇文章的作者表示，日本在今年2022年面临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因为他首次要修改2013年底宣布的国家安全战略。那么在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的同时，东京还要修订国防计划指南。这个指南要定义日本的主要国防政策挑战，并详细说明10年内如何应对这些挑战。那这个文章介绍说，日本对未来局势的基本评估是这样的：日本的首要战略目标是确保与中国长期和平共处，但是和平共处只能建立在军力均衡的基础上，而目前的状况是，即便是日本自卫队与美国印太部队的合力，也无法与中国的军事力量相匹敌。中共拥有的潜艇、战舰和战斗机数量是美国印太司令部部署的数量的5到5.6倍。中国还有导弹能力方面扩大对美国地区的这个领先优势。那么日本的前首相安倍晋三执政期间呢，曾经有一个内部的防御模拟，然后就清楚地强调了中国在这个地区，在台湾地区和太平洋、西太平洋地区，相对于日美同盟有一定的军事优势。当然，美军的整体能力仍然压倒中国，但是要把美国的军舰从其他地区重新部署到东亚，需要几周的时间。那尽管美国的军用飞机呢，可以在短时间内从世界其他地区飞往这个东亚地段，但是呢，这个可供美国在亚洲开展行动的军用机场并不多。那么如果这个地区爆发战争，指的是台海战争，那么美军在东亚地区的基地是可能被摧毁的。那么军事上薄弱的日本，他们自己考虑要采取什么样的安全战略？那刚才我讲的这个Nikkei Asia 这篇文章谈的就是要考虑到有限的防御能力，日本需要从设定明确的安全重点开始。那这个重点就是说，日本应该重视确保台湾海峡沿岸的稳定。那么根据日本和美国智库的各种模拟，中美在台湾海峡地区的武装冲突极有可能发展成为一场涉及日本的全面战争。到那个时候，驻日美军将成为中国袭击的主要目标。中国还可能出于战略和战术目的，试图夺取日本西南群岛的一些岛屿。那么这样的话，这场全面战争将在多个国家造成广泛破坏，所以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那么为了维护台海和平，我这讲都是日本人的观点。为了维护台海和平，日本的关键是要防止这个地区的军事平衡进一步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倾斜。同时，日本要让北京相信入侵台湾将付出巨大代价。然后他提到呢，这个日本必须发挥3个主要作用来帮助实现这个目标。第一个就是要加强自己的海军和防空能力，这是关键的要素。那么日本还需要对网络战和太空战这方面更多的投资。那么由中国呢的军费预算是日本国防开支的4倍，所以日本要大幅度扩大国防预算。目前日本的国防预算占 GDP 的比例是 1%， 比北约组织的国防开支目标 GDP 2% 呢还少一半。所以日本现在有一个叫做国家安全战略研究小组，它是由前防卫省和自卫队官员组成的，有前自卫队的参谋长，还有退休的自卫队将军折木良一来领导。这个国家安全战略小组去年11月呼吁，要每年把国防开支增加 8% 到 9%， 并在未来10年内接近北约的目标。这日本的第一项这个考量。
第二项就是要加强自卫队和美军之间的合作，确保有效和一致的联合努力来威慑中国。那么作为这个战略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应该认真考虑要赋予自卫队反击的能力。这个话就是和前面主持人提到的直接相关。那么这将代表了一个重大的政策转变，就打破把自卫队限制在防御范围内的传统。那么由于美国在东北亚呢失去了军事优势，日本没有选择，只能获取进攻能力。这样做将有助于防止该地区的武装冲突，并使中国相信，如果发动战争，它将面临来自日本和美国的攻击。日本应该具有对敌人的军事基础设施进行反击的威慑能力，这是日本的第二个考虑。第三个考虑是，日本与澳大利亚、印度、法国、英国和德国等等志同道合的国家扩大安全合作也很重要。那么日本理应与这些亚洲国家举行军事演习，那么通过这样呢，日本才可以通过与盟国更多的合作来加强自身的安全。虽然这样的合作不会彻底改变军事平衡，但至少会使中国的战略计算复杂化，并抑制北京采取侵略行动。然后日本也预估到，日本扩大与美国、欧洲、澳大利亚和印度的安全合作的举动可能会引起北京的强烈反对。东京应该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战略目标，要通过稳定地区的军事平衡和防止台湾海峡以及该地区其他地方的武装冲突，来确保与中国的和平共处。那日本政府是必须通过持续对话，确保中国领导人清楚的、准确的理解日本的战略目标。日本这个新的战略需要以认真有效的外交和可靠沟通为基础。